這個想法是我們念哲學有一個叫科學哲學，一個叫 Karl Popper， 就是你先把錯誤排除，然後一直 debug， 你最後就接近真相。我們的技術啊和操作都是這樣來。在這個過程中，我會發現哪些技術我是沒辦法使用的。把這個好奇解開，可能往下走的腳步就會很堅定。以你的狀況，我很好奇，你对你的技術分析，你有什麼不確定的地方？我的技術分析都是圍繞在均線上面。我其實很好奇一個東西啦，就是均線它的計算方式是以收盤價來計算。假設大部分99%的人都是交易在最後周高的那一段好了，那他為什麼可以用那個收盤價當做這一些人的平均成本？你的意思是均線的計算公式不足以代表大家的平均成本？对，但是你是以均線為技術分析的交易的依歸。我還是会觉得它虽然没办法用成本来考量，就是我認為這個不能當做支撐壓力，就是均線不能當做支撐壓力，我覺得沒有用。我會相信這個東西，把它拿來當工具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至少可以反映今天跟上個禮拜或者是上個月比起來，它的走勢是怎麼樣。我看的是它的方向，我用它來分辨趨勢。那個支撐壓力，剛剛說均線不能當支撐壓力，你心目中有支撐壓力嗎？我相信每個人心目中應該多多少少都有。那你心目中的呢？有OK， 你的支撐壓力是一個它小小的區間，它是一個區間，對，大小隨意啊，但它絕對不是一個點。那大家有在看成交量嗎？大概只是非常爆量那一種时候會去關心。對，就是一年有1-2天的那種大爆量。那怎麼看啊？成交量你們会怎麼看？就線圖拉到最遠。對，我弟說那個成交量給你的啟示是什麼？怎麼去看這個東西？Jason 感覺對成交量有一點看法。剛進市場，我有去對成交量做過蠻多回測，不管是大盤還是個股，我嘗試想要找出一些正相關性，可是我還沒有找到。我有聽說過成交量，可以當做什麼目標價的一半，你有聽過這個算法嗎？聽過。比如說100塊起漲嘛，120爆量嘛，那目標價抓140。這個都市傳說現在不太流行。有聽過，可是我其實對這個東西就會有個疑惑。對，請問一下，你後面不會更爆量嗎？對，有趣的點就在這裡。什麼叫爆量？今天爆量1萬張叫爆量，那明天2萬張，那現在的1萬張算爆量嗎？對啊。那2萬張跌到17000、18000，結果你說不爆量了，結果你又繼續持有，就明天變3萬張。那這個東西它沒有一個進場依據跟判斷基準，所以對我來說是困擾的。還有很多所謂的成交量的那個換手成功，往上漲就換手成功，往下跌就換手失敗。那最困擾的是先往下跌又再往上漲，那怎麼辦？所以我不太有找到它的規律，所以我的線圖原則上只有 K 棒，沒有成交量，沒有均線。我最早的时候是什麼都沒有。像俊偉，你覺得自己用技術分析上有沒有什麼問題？假設說是過前高，要進去追，但是往往過前高進去追，10次可能被掃掉8次、7次。所以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過前高進去追這件事情的合理性是什麼？就是你預設既然會往上漲，第一個標準是要過這個前高，所以過了這個前高，你覺得好了，那至少證據顯示你這件事情判斷是對的，所以你就進去追。這個其實當下我們要決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過前高，代表至少證據證明趨勢繼續了，對不對？但是你被掃，也就是說你停損設的合不合理？就是說這個證據發生了，但是你停損設的很小，那個停損點的依據又是什麼？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這樣講，很多人都這樣做啦，就是追突破。那追突破，但是我覺得它的停損的合理性有待商榷。這是第一個問題，因為你看到證據，比如說李佛摩他說過100，讓他去追嘛。那看到證據發生了，我相信趨勢展開了，所以我進去追，那突破。那突破了，但是它回檔到我們的成本區，
似乎不代表我認定的這個證據是失敗的。也就是說，在追突破的這個瞬間，我認定有趨勢，到我認定趨勢轉變的這個 gap， 可能不是我的成本區，可能是別的，所以可能它會牽扯到我的停損不一定設得很正確。如果我要證明這個趨勢不對，有可能是這樣，有可能是這樣子。那 Jason 這邊的話，我現在的停損，我沒有辦法去用一個我認為它在這個地方停損是有意義的。那我很常做的交易是，我在的乖離率比較大的地方，我可能抓一個我能接受的停損，比如說8%、10%，甚至有時候我部位小，我可能容忍它到15%，我都認為沒關係。可是這樣下來，我發現好像就是我在檢討過去的單子的時候，沒辦法在這個裡面去複製下一個好的交易，就是我抓不到那個停損的點，對我來說意義是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反而好處理。如果用乖離率交易的話，它本身帶有一個摒除黑天鵝出現，就是說乖離率假設2%，你是認為常態極限，那可以界定一件事情是超過多少叫做你認為的黑天鵝，太少數了，先定義出來。那如果我們設停損是設在這個黑天鵝之前的那個，比如說你跌到 1.5% 的時候你進場，那跌到假設你認為超過 2% 是不對的，那其實這一段就隨便你操作，你要 all in 還是你要分批往下，其實都没有關係，因為黑天鵝出現我不想賠很多錢嘛，所以你每次這個出現我覺得都有意義，因為是你定義的合理的乖離率。那這個合理的乖離率要用歸納法還是自由行政，我覺得都無所謂，但我覺得這樣聽起來就會比較一致性。只是出場的時候你也是用乖離率嗎？不是。 OK， 我覺得對於趨勢反轉，剛剛尤其是俊偉這邊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就是我們沒有去想過停損點合理性。好，就是我賣歸賣嘛，但是這個賣是不是合理的？我覺得買進理由是好的啊，因為俊偉不覺得突破前高代表趨勢延續，可是停損點不代表趨勢沒有延續。假設你前提是正確，第二個前提是就可惜掉了。好，所以你會覺得你被掃掉，因為你突破完買進，那你停損完它要繼續向上，所以可能啊，我們這邊要理解的是這個買進跟賣出的一致性，如果是一致的就好了，跟趨勢有關。可能你的交易是跟趨勢有關，那我覺得這樣前後就會有一致性。那大家呢，會不會在準不準之間有痛苦點？我覺得有些人是痛苦的。我雖然一開始沒有要追求很準，但是在交易的路上，你免不了內心發自渴望的想要有點準。我現在不會有，但我過去至少在剛開始的那幾年都一定有，因為身邊也常常有人很準嘛。我現在是不會有。你現在已經完全不想要這樣子。可是我覺得自己可以很準的去抓到那個轉折點的話，那就代表會相信支撐跟壓力這件事。你說的很對啊，如果心中有準不準，就是心中有一個支撐的點或壓力區，那個地方是隱形存在，大概會有。我也覺得不太可能。可是我覺得這件事又有點矛盾，因為大家學的技術分析應該是來自於同一套，所以也就是說全世界都在看的那個點。對，所以這件事情就會，假設你真的也是坐在那邊的話，那它會有很可能會有一個很短暫的時間週期的一個瞬間上升或瞬間下降的一個趨勢在那邊。對，但是這個趨勢很害怕，就是說它會被持續一直往上推，因為大家都看到同樣的事情。OK，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首先，很高興你提出來，因為這就是值得討論的，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在用技術分析？這件事如果是我們用加密貨幣的術語來講，它要過半數的話，那這件事就很有可能會被一直推上去。可是如果用技術分析的人的數量這麼少，那他很有可能只會在很短暫，你剛剛講的很短暫週期發生一些推升或變動。也就是說，要確認這件事，大家覺得用技術分析的人多嗎？很多，但是不一定堅定。懂技術分析的人可能有，但是你說完全按照技術分析操作的，我覺得可能比想象中的還要少。我覺得一般人都是依情緒操作吧，不管怎麼樣，你去下單都是有摻雜着自己的一點期望，或是預設或預想。就算你看到技術分析的點，
可是我覺得一般人不一定會去實踐它。也就是說，這個市場是一個多價值觀的交疊，很多人都懂技術分析。什麼叫懂？就這個是均線，這個是 KD， 很多人都懂。但是會不會有人真的這樣操作？我覺得是少數。我覺得全世界都懂技術分析，台灣的分析師執照要考技術分析，雖然題目很怪，但是有考哦。而且我錯最多的就是技術分析，我不會，我完全看不懂他們在說什麼。那我每次考古題的時候，我都背不起來那個技術分析的意思是什麼，真的很痛苦。所以我知道大家都懂技術分析，可是我們必須探討一件事情是：第一個，我覺得本益比、股價淨值比，還有更多的什麼價值投資，還有技術分析的用法，我們現在在座這邊的4個人用法就完全不一樣。那就我個人的觀察，人用技術分析，我不曉得多不多，但是我的感受、我的觀察是，大部分的錢都不是用技術分析在進場，所以大部分的錢是，如果你一看投信或者是法人，或者我們講再大一點叫達里歐，或者是波克夏，還有任何退休基金，他們的部位挺大的，对不对？他們部位就像你部位到某個程度之後，你很難隨意進出。一方面是你不想要，你有一些考量，沒辦法用技術分析考量。例如你現在有非常大的一筆資金，20億、30億，技術分析出現訊號，你不敢這樣頻繁動作，因為你的進退太困難了。更何況是完全不用技術分析的。所以我們要一起確定一件事情：如果技術分析可以推升一小段行情，以至於一大段行情噴出，它的合理性是大家都用技術分析，這個就會成立了。第二個前提是，技術分析可以左右公司的股價，那它會大於基本交易派，比如說本益比，比如說今天本益比一家公司是20倍，我覺得最好的考量是先前的。我覺得大家一定會想一件事，像 GME 它可能突破某個點，然后大家都追上去就漲到200-300塊，像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AMC 也是甚至一些小型股也是。但是這個推升的原因真的是因為大家看到技術分析嗎？應該也不是，我覺得不是。甚至在一直往上拉的時候，很多人會覺得乖離過高，然後去放空它，但是又被嘎。我覺得有這個點是很好的，就是技術分析的波動是短暫的，但我不認為它會造起長期的波動。所以在使用上的一致性，我覺得反而是很好的。先堅定中長線的波動的方向到底是什麼，那技術分析的波動反而是中長期波動的雜訊或確認，沒關係，雜訊就反處理，確認就當作加碼，但是你出場不能是在你的停損點那個合理性出場。這是我認為我們在追求一致性的過程中是有這個原因。我認為不能預測未來，但很多人說可以預測，是為什麼？漲幅最大的那一段都一定是跌很深來的。